嗨，大家好，我是教徒，让大家久等了。在前几部影片，我做了7700 MPK 跟9800 X3D 的性能测试，发现大家对这两颗 CPU 在不同的游戏表现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将测试更多的游戏，看看7700跟9800 X3D 在不同画质下分别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先来看一下这次的主角7700跟9800 X3D。7700是 Zen 4架构，日常使用最大超频时脉可以到 5.35 GHz。9800 X3D 是 Zen 5架构，日常使用最大只能到 5.25 GHz， 但是它有大快取的优势。那这次使用的显卡依旧是陪伴我许久的 RTX 4070，效能介于 RTX 5060 Ti 跟5070之间。主机板考虑到主流的 CP 值选择，这次我会使用 TUF B850 Plus WiFi 来做测试的主机板。机体选择6000的频率，使用的是知己的烈焰枪系列 CL286000。另外，为了避免驱动影响效能跟兼顾测试的方便性，这次会使用2颗相同型号的 SSD 来做7700跟9800 X3D 的系统碟。因为7700跟9800 X3D 的驱动有一点差别，尤其上面这一个快取效能最佳化驱动程式，少了它就无法发挥 X3D 系列全部效能。相关的驱动安装软体也会在说明栏，有需要的话可以自行取用。测试平台使用裸测架测试，为了避免截取影片影响效能，也会使用截取卡进行双击录影。那这次除了 CPU 以外，其他零件都是相同的。哦对，刚刚忘了说，这次游戏碟使用的是 PNY 的 CS3140 2TB， 确保游戏储存够用。好，首先是 R23， 可以看到9800 X3D 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都赢过7700，这就要感谢 Zen 5架构的 IPC 提升，让9800 X3D 能在频率输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分数。另外，7700虽然输了，但它的价钱不到9800 X3D 的一半，多核心还有18000的成绩，单核心差距只有100上下。论 CP 值而言，7700绝对赢过9800 X3D。那在 3D Mark Time Spy Extreme 中，可以看到预估的游戏效能，7700跟9800 X3D 大约差距5 FPS 左右 ，CPU 分数差了1000分。不过实际还是得看游戏的优化，毕竟9800 X3D 有大快取的加成。那记忆体延迟这两个 CPU 都是差不多的表现。接下来我们迎接第一个游戏 CS2， 画质设定最高，测试环境使用工作坊地图里面的 FPS Benchmark。那这边补充很重要的一点，一般 CPU 测试会尽量把画面特效调低，避免显卡偏近。但这影片最大的目的不是在于说9800 X3D 跟7700差距有多大，而是想给一个参考依据，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的画质中该怎么选择 CPU 跟 GPU 达到最好的游戏体验。那 CS2 在 Full HD 画质下，可以看到4070在7700使用率来到90多%，有时候可以到100%。9800 X3D 则是全程跑满99%，因为显卡瓶颈的关系，两边帧数差距就没有很大。但是9800 X3D 就是能压榨住显卡全部效能，并且新架构的关系，功耗能比7700低个10瓦，加上大快取的优势，1% low 表现就是比较好。而且这边是遇到显卡瓶颈，如果用低特效测试，9800 X3D 跟7700的差距会更大。等等会用其他游戏说明。显卡没有遇到瓶颈的情况，这两颗 CPU 在 Full HD、2K、4K 分别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在 2K 下，两边都遇到了显卡瓶颈，这时候显卡使用率都来到了100%，FPS 跟1% 漏帧帧数也是差不多的表现。4K 更不用说了，也是显卡瓶颈，部分爆炸场景甚至低于60 FPS。看来要玩 CS2， 一张好的显卡是少不了的。但这代表说高解析度玩游戏 CPU 就不重要了吗？请看接下来的 PUBG， 这次测试场景我选在练习场，原本应该是在地图某个玩家稀少的地方，但我想贴近实际状况。测试中有人物干扰比较严重的地方，我会跟大家说。设定部分材质我会调到超高，一些妨碍我看到敌人的特效则是会调到低。在 Full HD 7700的前半段跑图，因为其他玩家刚刚打了一场大战，导致帧数偏低，但跑到人少的地方就恢复正常了，大约在370到380帧附近。9800 X3D 就蛮幸运，没有玩家的干扰，帧数维持在500多，两颗 CPU 有破100帧的差距，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开机的时候帧数都有不错的表现，市面上的高更新率萤幕都能轻松应对。但 9800X3D 有大快取优势，所以 FPS 跟1%肉帧表现都比7700好了将近100帧，体感延迟也会比较低一点。接下来 2K， 这时候没有遇到显卡瓶颈，两颗 CPU 依旧有接近100帧的差距，1%肉帧也是 9800X3D 表现比较好，开镜也是相同的情况。所以在高解析度好的 CPU 还是有差别的，即使来到 4K， 差距缩小了一点，但 FPS 依旧有2到30帧的差距，1%肉也是。另外 9800X3D 因为有大快取，在开镜体感就是会比7700还要好一点，并没有因为来到高解析度 CPU 就不重要了，主要还是看游戏对 CPU 的优化好不好，显卡有没有遇到瓶颈。那 PUBG 我的看法是7700加4070 4K 还有200多的帧数，我其实是可以接受的。玩 PUBG CPU 我会选7700，把省下来的预算挪到 4K 高赫兹萤幕，毕竟把敌人看清楚也很重要。或者挪到显卡，替未来可能会吃显卡的游戏做准备。再来是瓦罗兰，特效选择高品质，在 FHD 中 9800X3D 竟然来到800多帧。1%肉也有500多帧的表现，简直要吓死人。7700已经算是看不到 9800X3D 的车尾灯了。2K 环境下，两边 FPS 跟1%肉帧依旧有破百帧的差距，差距最多能接近200帧。9800X3D 不会是当代的游戏界王者。那在 4K 画质，显卡遇到了瓶颈 ，FPS 差距就没刚刚这么明显。不过 9800X3D 凭借着新架构大快取的优势 ，FPS 虽然没太大差异，但是在1%肉帧依旧跟7700有明显差别。接下来是最终决战，设定部分我会直接开启 DLSS 平衡，因为其他能用的方式官方说会有点缺陷。光线最终会开启静态，画面品质全部开到史诗级。那在 Full HD 9800X3D 可以让显卡发挥完整的效能，帧数全程200帧起跳。不过7700平均170帧的游玩体验也没有到很差啦。2K 部分两边都可以发挥4070完整效能，帧数维持在150帧附近。1%肉也有将近破百帧的表现，那 9800X3D 1%肉看起来会比较稍微低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图色的差异，加上那一场又有起雾，增加一点显卡压力。这边大家看一看就好。整体而言，这两颗 CPU 在 2K 表现是差不多的。4K 部分两边都遇到好天气，同样都在室外战斗，帧数就可以比较客观的看出来 ，9800X3D 还是有几帧的优势。以上就是射击游戏，那接下来就来到了。好了，不闹了。这次测试我会拿我的账号在寻觅城跑图，因为这里 NPC 比较多，适合 CPU 压力测试。时间呢会调成晚上，因为那时候人多了一点。测试时间为 5.8 版本，并且会到 GitHub 取得解帧程式。不过这解帧程式最高好像只能解到萤幕本身的更新率，所以测试中最高 FPS 只能到144。路线大致会按照上面的路线跑。游戏画质全部调成最高，高到不能再高的那一种。那在 Full HD 9800X3D 能跑满144帧，7700则是差一点，全程在140帧上下，并且 9800X3D 的功耗能低个10瓦，使用率依然比7700低。2K 部分显卡就吃满了，两边获得的帧数差不多，平均120帧左右，没办法跑满144。4K 则是刚刚好来到60帧附近。让我想到之前有位观众询问原神跟明朝玩 4K 要用什么才能稳定60 FPS， 那我想我找到了，原神用4070上下的显卡就行， CPU 就不用太过在意，买颗770就够用了，剩下的预算就拿去买好一点的显卡，因为既然都玩原神了，就代表说你很有可能会去玩明朝。那明朝部分开始前，我要先感谢朋友愿意借我账号测试。首先，我是在 2.6 地图上线前测试的，帧数会比 2.6 之后来得高，因为 2.6 之后明朝大改版，地图有一些建模更精致以外，有些地方还会有更多的动态效果，像是草地会因为人物的挥剑进行摇摆，走吊桥的话，吊桥也会上下移动，
对显卡的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就觉得奇怪，帧数怎么好像不太一样？而且各位，明朝是支援光追的，开下去我感受到我的4070正在燃烧，所以这次就先不开光追。至于其他特效都是开到最高，帧数开到游戏的最大帧数120帧。另外，这次测试地点位在卡皮托山一个像广场的地方，这边 NPC 比较多，我想压力会大一点。首先，在 FHD 7700遇到了 CPU 瓶颈，游戏帧数没办法跑满120帧，9800X3D 则是没有这问题，全程跑满120。那我相信用 N 卡的人也会对开启 DLSS 前后差异有兴趣，这边也是给大家看。开启 DLSS 平衡后，7700 FPS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 CPU 瓶颈就摆在那边了，并且 1080P 还开 DLSS， 明朝画面会显得特别糊，非必要我不建议开启。2K 部分显卡还没遇到瓶颈，所以 9800X3D 仍然维持120帧，但7700帧数依然没办法跑到。那开启 DLSS 碍于 CPU 瓶颈，帧数就是卡在那边。好处就是显卡使用率下降很多，温度也从之前的60多度下降到了50几，非常的凉快，但画质还是有点糊。至于要不要开，就看大家对画质有没有要求。4K 的话，2颗 CPU 都遇到显卡瓶颈，只剩下60帧附近。但之前看起来没用的 DLSS， 在原生帧显卡遇到瓶颈的时候，开启它能减轻相当多的显卡运算压力，让游戏获得更多的帧数。9800X3D 这时候又可以直接跑满 4K 120fps 了，画质我认为还不错，虽然比不上原生 4K， 但跟 2K 画质相比还是好太多了。比较可惜的是7700的帧数表现，部分场景即使没遇到显卡瓶颈，帧数偏低的时候只有70-80帧左右。所以明朝这样测下来，在 FHD、2K、4K 画质要跑满120帧，9800X3D 的确是最好的选择。但上到了9800X3D 就为了那几帧，非常的没有 CP 值。我更推荐 CPU 购买7700，剩下的预算放在新的50系列显卡，开启 DLSS 加帧生成，同样能享受到120帧的体验。顺便提醒一下，玩 4K 明朝加光追建议买5060 钛以上的显卡。这是借我账号朋友说的，他本身是买5060钛，结果开光追有时候会出现卡顿。接下来是剑心，这是测试3类游戏中最吃效能的，特效部分呢都是开到最顶。在 FHD 中 9800X3D 帧数依然比较高，原因当然是因为7700的 CPU 瓶颈，无法让显卡吃满，导致帧数略输了一点。开启 DLSS 平衡模式，因为减轻了显卡负担，9800X3D 帧数又提升了不少，最大可以到180帧。7700因为 CPU 的关系，所以进步幅度不大。另外，剑心 1080P 开启 DLSS， 个人认为画质有不错的表现，跟之前的明朝是不同状况。我认为可以适时的开启减轻显卡压力。到了 2K， 两边都遇到了显卡瓶颈，帧数之间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大致都在100上下。那开启 DLSS 减轻画面运算压力后，两边差距就出来了。9800X3D 大致都能维持160帧上下，7700大部分时间都在140上下。4K 部分，7700一趴漏帧最低能掉到10帧，9800X3D 也好不到哪里去，最低只有22帧。虽然赢了没有错，但两边都是不太可玩的状态，直到开启 DLSS 才有比较正常的游戏体验。这时候的帧数大致都在70-80帧左右。那我想要更好的体验，所以也尝试了开 DLSS 加帧生成。不过开启之后，虽然帧数大幅提升，但延迟更明显，比较难闪躲或完美格挡。那我自己是用上次开枪的8000Hz 的低延迟键鼠来弥补一下这点延迟。再来是 GTA 5强化版，同样不会开启光线追踪，其他画面特效都会开到最高。在 FHD 我遇到蛮有趣的情况 ，FPS 9800X3D 赢7700，这点相信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1趴漏帧7700竟然反败为胜，差距不大，但的确赢了9800X3D。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我查的资料，可能的原因是 GTA 5使用的游戏引擎没有对 CPU 的大块区进行优化，反而吃重 CPU 的单核效能。即使是现在的强化版，也依旧使用当年的游戏引擎。
这就导致 9800X3D 的大块群没办法发挥它的全部优势，而且瞬间的预算7700比 9800X3D 多出 0.1 GHz 的优势，这就导致1% 赢过 9800X3D， 但整体的单核效能因为 IPC 的提升 FPS 还是 9800X3D 赢过7700。那开启 DLSS 之后 Full HD 帧数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还稍微下降了一点，在 Steam 讨论区也蛮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希望未来阿星能再多优化一下。2K 的话，因为还没遇到显卡瓶颈，帧数跟 Full HD 差不多，那开启 DLSS 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化。4K 的话，7700帧数约在110帧左右，9800X3D 则是在120帧。4K 开启 DLSS 之后，帧数又有提升了，7700能跑到120帧左右，9800X3D 则是到140帧。再来是幻兽帕鲁，那这次测试环境呢，我会把家盖在一个野外 BOSS 旁边，那个倒霉鬼就叫做阿努比斯。我会固定放15只帕鲁围殴它，然后观察帧数的变化。特效呢，依旧是能高就高。首先在 VHD 可以观察到7700真的有点母汤，在这个画质下，显卡没有吃满，帧数也没有破100帧。9800X3D 还是老样子，依旧非常强大，这边就不再赘述了。那开启 DLSS， 在原生帧没有遇到显卡瓶颈的情况下，帧数依旧不会差太多。另外提一下，虽然帕鲁设定上没有限制显卡帧数，但最高好像只能到120帧。2K 也是 9800X3D 的胜利，7700在这款游戏1% 帧表现真的不太好，实际在玩连我这个有点迟钝的人都能感受到明显卡顿。直到开启 DLSS， 7700的1% 帧才有比较好的改善，不会感受到卡顿。那 4K 的话呢，就是众生平等，这2颗 CPU 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大约都是在50几帧附近。直到开启 DLSS， 2颗 CPU 才有比较好的帧数表现，大约都在70-80帧。虽然仍旧碰到显卡瓶颈，几乎没有差距，但7700的1% 表现真的非常不稳定。画面压力大一点的话，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掉帧，只剩下 9800X3D 的一半。所以这款游戏 CPU 跟显卡都要有一定的等级。接下来 Wolfbane 战甲神兵，画质呢依旧是能高就高。那在 Full HD 9800X3D 又把显卡使用率吃满了，帧数最大能到290帧附近，真的非常强大，不再多说。7700依旧是可惜了一点，没办法像 9800X3D 那么一样高，大约在220帧上下，但平均200多帧依旧是非常顺畅的游戏体验。开启 DLSS 平衡模式，减轻显卡压力的话，9800X3D 最大能到470帧，7700也有提升，不过大部分的时间没办法超过300帧。再来 2K， 两边显卡都吃满了，帧数差不多在170帧附近。开启 DLSS 的话，两边帧数都会有大幅的提升。虽然乍一看感觉帧数差不多，但1% 帧依旧是有大块区的 9800X3D 获得压倒性的胜利。4K 呢，两边也是相差不大，大致上都在80帧左右。开启 DLSS， 两边帧数最大能提升到160帧，然后1% 表现仍然是有大块区的 9800X3D 较吃香。接下来是永劫无间，画质设定调到高，光照调中。那这款游戏蛮吃显卡的，在 Full HD 下，两边显卡最大使用率都来到了97、98附近，基本上都有200帧左右，没有太大的差异。开启 DLSS 平衡模式，降低显卡压力后，两边可以获得更高的帧数，差距也出来了，基本上有20帧的差距。2K 的话，两边的 FPS 在120、130帧左右，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两颗 CPU 基本上游玩体验都还不错啦，但如果要更高的话，就是开启 DLSS， 帧数可以再获得进一步的提升。那因为显卡瓶颈，两边帧数就差不多，但 9800X3D 的大块区在1% 帧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4K 的话在80-90帧附近。开启 DLSS 的话能破100帧，但还是因为显卡的关系，帧数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再来，本次测试最没有差异的游戏《战车世界：城际战》，画质设定都是开到最高，
其实测完的时候，我有考虑要不要放上来，因为真的没有差。不过都写在测试清单上了，还是放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那这款游戏在 FHD、2K 跟 4K、7700跟 9800x3D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最后是《世纪帝国4》，图像品质调到高。由于每次测试地图，其他地方都会有不同的事件发生，所以这次的测试帧数大家看看就好。在 FHD 帧数两边都能破200帧，2K 约在150、160帧附近，4K 则是降到80几帧。那终于告一段落了，我们来做个总结。9800x3D 真的是一颗很好的 CPU。不管是在 1080p、2K 还是 4K， 预算足够的话，上到 9800x3D 绝对不会让你后悔。未来升级显卡也不怕 CPU 不够力，无法让显卡发挥完整效能。那7700的话，主打的就是个 CP 值，虽然没办法跟 9800x3D 比，但在大部分的游戏上依旧有破百帧的实力。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在 2K 跟 4K 游戏测试途中，当然有遇到 CPU 效能不够，无法发挥显卡实力的情况，像是 PUBG、瓦罗兰、幻兽帕鲁。但我更常遇到的是显卡瓶颈，尤其在 4K 游玩的时候，除了刚刚举例的3个游戏，其他游戏或多或少都有遇到显卡效能不足的情况。所以在预算有限的情况，我推荐大家可以买个7700，将剩下来的预算拿来提升显卡效能。而且现在的主流是 DLSS 加帧生成，来获得乘以2、乘以3、乘以4的帧数。游戏不支援的话，50系显卡也可以开启平滑运动 ，AMD 显卡也可以开启 AFNF。帧数部分其实不用太担心，我自己40系列显卡开启乘以2的帧数，延迟也还能接受，除非是竞技类游戏啦，不然7700目前来说是最有 CP 值的一个选择。我是教徒，谢谢大家看到这边。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也欢迎订阅、按赞跟分享哦。尤其是按赞，对我来说真的是莫大的鼓励。我们下次见，拜拜。